书接上回，斯大林之所以不想调动远东地区的部队，是因为担心日本人会对苏联的远东地区发动进攻。随后由于苏联情报人员的努力，斯大林得以最终确认日本不会对苏联远东地区发起进攻。于是斯大林悄悄地从西伯利亚还有远东地区调回了大批装备精良的部队，进入到莫斯科。但是他没有让猛虎立马出笼，斯大林在等待。就在斯大林调动远东精锐的红军之时，莫斯科的秋天来了。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大草原在持续不断的绵绵秋雨当中变成了黑黝黝的大泥潭，纵横交错的土路已经变得坑坑洼洼，泥泞不堪。而负责围攻莫斯科的伯克中央集群已经被积雪和烂泥搞到瘫痪了，除了步行和手推车之外，什么都无法行动。德军坦克那昔日横扫西欧的威风，不可一世的神气，在秋雨和泥泞中消失得无影无踪。11月初，莫斯科的初冬给德军带去了机会，寒冷的天气将泥泞的道路冰冻住了。德军的装甲兵团不到3个星期，部分兵力就推进到距离莫斯科24公里处的西姆金。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德军对进入莫斯科丝毫不产生怀疑，他们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将会度过一个怎样的冬天。根据德军的宣传，德军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冯伯克将军在得知自己的部队已经攻占了西姆金后，他立即驱车前往。当时他站在一个教堂的塔顶，已经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克林姆林宫尖顶上的红星。但是德军不会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见莫斯科了。1941年11月7号，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令人感到震撼和悲壮的一幕，也被世人称作是一个冬天里的神话。苏联红军在德军兵临城下的威胁中举行了红场阅兵式，军校学员方队、摩托化步兵方队、水兵方队、坦克编队等依次进入红场。士兵们经过红场，从斯大林面前走过，直接奔赴莫斯科保卫战的最前线，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未能生还。听闻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消息，希特勒大发雷霆，简直难以置信。斯大林居然在德军空军机翼底下检阅部队，这是对德国空军的公然蔑视。其实红场阅兵不仅是希特勒发火，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德国的上千架轰炸机在11月7号那天都干什么去了？希特勒的飞机都在自家阵地上，不是趴窝不敢动，就是在抢修。原来朱可夫为了保证阅兵式，莫斯科上空的禁飞，从11月5号到8号，苏军先后出动了3000架次飞机猛烈轰炸德军在莫斯科附近的28个机场，同时增加了莫斯科地面高射炮的密度，并且把其他地区的战机调回莫斯科，阻止德军的轰炸机窜入莫斯科的上空。希特勒感受到了红场阅兵的强烈刺激，再加上德军派出的飞机去轰炸莫斯科，遭到了苏联空军的拦截，效果不好，损失还十分惨重。于是希特勒恼羞成怒，他批准并且敦促伯克再次展开从地面进攻莫斯科的军事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德军会组成2大突击集团，德军经过调整之后向莫斯科重新发起进攻。朱可夫一次次地向斯大林请求援兵，可是斯大林手中的预备队已经调回来了，却迟迟不动。历史总会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1812年，拿破仑一世率领着他的法兰西大军浩浩荡荡地横扫欧洲，但是在莫斯科城下大败而归。据说那次是上帝拯救了俄罗斯。就在拿破仑胜利在望的时候，严冬降临了，上帝再一次站到了苏联人的一边。10月6号的时候，莫斯科郊外广大的一片地区已经飘飘扬扬下起了冬天的第一场雪。11月3号，寒潮降临，莫斯科的气温降到了0度以下。13号零下8度，到了27号，一阵凛冽的寒风在短短2小时以内，气温骤降至零下40度。出生在温暖的奥地利的希特勒根本没有领教过什么是苏联的严寒，可是严寒之中的德国官兵却领教了挨冻的滋味。成千上万的德军官兵被冻成了残疾，没有严重冻伤的也很难保持什么战斗力。还不止于此，德军的坦克在严寒中根本无法启动，机枪和其他自动武器几乎全部失灵，汽油变得黏糊糊，甚至大炮也无法瞄准，步枪冻得连枪栓都拉不开。
错过了最佳进攻季节的德军不得不穿着夏装在莫斯科的战壕里过冬，有的士兵甚至冷得用报纸裹在身上御寒。而苏军早已经习惯了严寒地带的生活，他们穿着棉衣、皮靴、护耳，还有棉帽子，在雪地里是游刃有余。斯大林现在没有动用他手中强大的远东调来的预备队，他就是要等到德军的预备部队基本上都被莫斯科的严冬消耗殆尽，已经不可能再投入重兵集团的时候，再放出这只猛虎。现在机会来了。12月5号是莫斯科保卫战中最重要的一天，而纳粹将领们则称之为最黑暗悲惨的一天。这一天，在围绕莫斯科周围几百公里长的半圆形的阵地上，德军的进攻全都被遏制，双方都精疲力尽，双方指挥官的心里都在打着鼓，就看谁在这个时候能获得一支强大的生力军的支援，谁就是最后的赢家。这就是斯大林等待已久的时刻。斯大林突然打开了闸门，给朱可夫大批的预备队。这支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最擅长雪地作战。随着苏军预备队的加入，1941年12月6号，苏军大反攻开始。伴随着卡秋莎的怒吼声，苏军7个军团和2个骑兵军，共计100个师全线出击。听到反攻的消息和命令，红军将士们无不兴奋异常。半年来失败的耻辱、退却的痛苦、对入侵者的仇恨，此刻都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他们对疲惫不堪的德军发起猛烈的攻击。希特勒要求伯克的部队必须死守住每一个居民点，一步都不能后退，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但是勇猛的苏军还是把德军打得一溃千里。在很短的时间内，苏军就解放了莫斯科1万多个居民点。莫斯科保卫战以苏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在莫斯科历史上，因为天气而扭转战局的事情发生过2次。1812年，拿破仑率领他的军队攻占了莫斯科。当年保卫莫斯科的库图佐夫元帅唱了一出空城计。拿破仑千辛万苦攻下的莫斯科，只是一个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的空城，没有一个人、一粒粮食。无奈之下，撤出了莫斯科。在撤退的途中，赶上了莫斯科的冬天，几乎全军覆没。在拿破仑兵败西伯利亚的严寒100多年之后，来自欧洲的另一个战争狂人希特勒也陷入到了莫斯科的寒冬之中。时隔100多年的宿命在同一个地方再次发生。莫斯科保卫战，苏军击溃了德军50多个师，击毙击伤德军80多万人，将德军击退了150公里到400公里，彻底解除了对莫斯科的威胁，并且解放了60多座城市。苏军遭受了2战以来第一次惨重的失败，莫斯科保卫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也宣告了希特勒闪电战的彻底破产。莫斯科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